嗨，大家好，我是杰夫。我们今天开箱最新的2支球板，3张胶皮。一支是我们的自然之力 Pure 7甲板，另外一支是我们的 Surge Hybrid Carbon 永动混碳内置碳。另外3张胶皮呢是我们的 Dragon Power 跟我们的 Dragon Grab， 还有一张 Mantra Pro H。最后呢，我们会另外抽出2件我最近跟 Verve 联名的球衣给大家。本集的内容有点满，记得帮我们订阅起来，热推一下。我们就话不多说，立马开始喽，走！首先来看一下我们 Stiga Pure 自然之力，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外观。这次连6角 Cybership 一起推出，拍柄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呈现自然的木头纹路。再来给大家听一下敲击木板的声音。本次收到的重量为90克。7甲木板厚度约6 mm， 拍面大小为158×152 mm。这几年的热销榜单里面有一支叫做 Stiga Cleanpool 7甲板，这一支 Pure 自然之力呢，以外观来说，板厚略薄了1 mm， 拍面略大了1 mm， 敲击声听起来这支 Pure 略硬一点点，但握持的感觉呢，比 Cleanpool 滑顺了不少，不会有那种握起来有那种粗糙的手感。实际体验呢，毕竟没有加碳纤，就是完全纯木的手感直觉控制极佳，速度上呢确实比 Cleanpool 略快一点点。很多人怕技术不好或不好控制，或者是打颗粒的玩家，都会选择7甲板作为它的主力用拍。我们这边稍微提一下所谓的颗粒玩家，通常正手为平面拿来进攻，反手为颗粒拿来防守使用。那通常颗粒那一面呢，就会主要是拿来卸力，而且不吃旋转，所以通常颗粒玩家是不会使用碳纤的球板，但在正手攻击上面呢，就会损失蛮多的球数。有没有碳纤，手感真的会差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希望你在7甲板又再提升一点力量的话，这支 Pure 的自然之力可以纳入你的考量之一。我们接下来介绍另外一支球板 Stiga Surge Hybrid Carbon 永动混碳。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外观，握柄细致，颜色上为浅灰色。再来给大家听一下敲击木板的声音。本次收到的重量为89克，球拍为08面材加阿尤斯加内置碳，内置碳的部分由碳和方碳混编而成，大芯为阿尤斯，厚度约为6 mm， 拍面大小为159×151 mm。Surge 在小力量容易透板，而且不会有震动感，击球沉稳清晰，防守也相对稳定充足。因为是内置碳，会先打到木板才打到碳纤。测试下来，这支球拍持久感非常好，很容易打透，发力，控制能力也很出色。速度跟力量上不会因为是内置碳降低太多，但我在使用上会有一点点不习惯的是，可能因为我用粘性皮的关系，击到球真的蛮晚才出球的，不小心我会以为我出了球，但是其实它跟着我过头了。也就是说，近台与台内小球会是比较亮眼的表现。如果以我们开箱过的内置碳的球板来说，比方说苍天跟我们的 Super ALC 的张本智和，这支 Surge 不管在控制还是速度上，会介于这两者的中间。它在速度上并不会损失太多，但是在控制又会让我大幅的增加我的信心，很适合7甲板想要升级碳纤的玩家。最后我们来讲一下球皮 Dragon Power 跟我们的 Dragon Grab 是我们的微粘性的球皮， Mantra Pro 呢是我们的色性皮。 Mantra Pro H 转度够，控制也不错，速度支撑性均衡的一张球皮。彩色胶皮也算抢眼，又是日本制的。后来又看了一下它的价位，在初中阶玩家会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张球皮。如果你觉得 H 太硬，它另外还有 M 稍微软一点的选择，会是一张非常值得购买来试一下的球皮。接下来介绍 Dragon Power 和 Dragon Grab。粘性胶皮我最怕的就是球出不去，球速变得很缓慢。所以近年我在选择胶皮时，我就会选择微粘性的胶皮。在微粘性的世界里呢，基本上控制一定会比色性皮来得好上一些。
但是在出球的速度呢，就会比射性皮慢上许多。这两张皮呢，基本上打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个人会选择 Dragon Grab 一点，原因是因为它出球速稍微快一些。像我们这种没有天天在练球的人呢，我们就会选择这种微粘性的胶皮来弥补我拉球的那种容错率。如果你是纯木的中阶以上玩家或者是颗粒玩家，你在平面的选择上呢，还是建议你使用射性皮或者是硬一点的球皮来弥补你木板的出球速度。最后我们本集的抽奖呢，我会抽出2件我跟 Verve 联名的球衣，帮我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球拍跟球皮的型号，以及你使用的心得。7天后我会把得奖名单公布在我的 IG 跟 FB。另外，我有开了一个 LINE 的桌球讨论群，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群，跟我们一起讨论哦。本集就到这边，我们下集见，拜拜。Something's way heavy. This ain't healthy. Something's